你比画像里还好看。你怎么不说话啊？啊，对了，王后，你是叫米瑶对吧？那从今日开始我就叫你瑶儿吧。你别害怕，我就是想问你几句话。是。你父王对你好吗？那你嫁到这么远来，你想家吗？想是想，不过太后，我的姑母不是也是这样嫁过来的吗？如此一想，便好些了。你有话对我说吗？太后她好相处吗？我母后。你放心吧，我母后她不会难为你的。那你呢？我就更不会难为你了。大王，你爱吃什么膳食啊？我爱吃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你爱吃什么？我给你做。你会厨艺啊？嗯，以前母亲病着，想吃家乡的菜，膳房又叫不动，我就自己动手做。我知道你不是嫡出，可是你母亲怎么会受那样的屈辱啊？南后郑秀不喜欢我母亲。原来你也是受过委屈的人。我不怕受委屈，只要我母亲高兴。你这手是怎么伤的呀？儿时不小心被木刺扎中，又不敢叫太医，所以就……你放心吧，瑶儿，从今往后，我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的。太后，有事吗？义渠君走了。他去哪儿了？一早有人来禀报，说他带着几个心腹之人离开营地，回老营了。他果真说得出，做得出。唉，一路上鞍马劳顿，还真有些渴了。上马奶酒。义渠君过去总念叨，说草原上的马奶子酒好。朕过去尝过，觉得不过如此。今日尝了，才发现，果然别有一番滋味。能得太后的夸奖，真不容易啊！哼，这太后口味这么挑剔，而且时时都能变。义渠君的话有趣。你们都下去吧，我有话与义渠君说。是。虎威将军，我没事了，下去吧。你来我草原干什么？这是我大秦的草原，为何我来不得？你在咸阳做你的太后啊，我在我草原做我的义渠君，咱们江水不犯河水。那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你是我大秦受封的臣子，受我大秦管辖，何况你还欠了债。
我是来向你讨债的。胡说！我欠债？我自归降于秦国，我从来就没欠过债。我一渠次次那都是按时足量上交朝贡的。你想赖？你欠我的情债呢？明明是你心里装着别人，哎，你说我欠你，你欠我还差不多。哎，真是个不明事理的野马驹。我这里已经装得满满的，哪还装得下别人？装得满满的？哼，你装的什么满满的？一个小小的孩儿。小孩儿？哪来的小孩儿？自然是你给我的。啊？我有身孕了，千里迢迢来寻孩儿的父亲。哎，这孩儿真是可怜。你是说，你怀了我们的孩子？是我的？除了你，还能是谁的？太好了，我有孩儿了！我有孩儿了！我一群有继承人了！一个要做父亲的人，动不动就野马无缰，疯疯癫癫，说走就走，将妻儿弃之不顾。都是翟离的错，都是翟离的错。按大秦律法，该如何罚你？这总不至于砍头吧？啊？总不能让孩儿一出生就没了父亲，是不是？哎，不对啊。那照这么说，哎，他黄歇也该罚呀？为什么？切，他竟敢胆大包天叫你月儿，月儿是他能叫的吗？你放心，我与他虽有情谊，但清白如水。而且我与他之间的情谊，并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并不是我想的那样，男女之情不是这样，那还能是那样？你不明白。如何才能叫你放心？你若真想让我放心，那就跟我做一件事。你说。让长生天见证你我结为夫妻。我愿意。你愿意？你真的愿意？我愿意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啊？可惜呀，老吴死了。他要是能活着看到这一幕啊，还不知道会哭成什么样。老吴为何不看好我们的姻缘？他呀，老糊涂了。咱们这明明是桩喜事，他非说是祸事，你说是不是老糊涂了？啊？他真的是这么说的。别听他的。
共，不离不弃。长生天庇佑，我与翟离结为夫妇，生死与共，不离不弃。大王，喝口水吧。放下吧。母后从义渠草原回来了。果然知道，已经回来好几日了。大王是否听说了什么？什么？你说话呀。母后。母后怎么了？母后怀孕了。你说什么？怀孕？是不是那义渠人的？说话呀！说话呀！是不是那义渠人的？是。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果然这就去找母后。大王，去不得！大王，你让开！大王去不得！听说几年前母后就因为误伤义渠君的事儿罚过大王。那又怎么样？果然总不能眼睁睁看着母后她跟那个戎地男人生下孩子吧？让开！大王去不得！大王，这种事大王您不能出面。再怎么说她也是您的娘亲母后啊，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职在其中。您跟我说过母后的一生不易，你若是为她着想，就暂且忍一忍，岂莫伤了母子之情啊？可这问题是大齐江山的设计，我不出面，照样会有人出面。我一个人挡不住众口铄金，朝堂废议。那就让别人出面。如何让别人出面？大王，您是一国之君，下有文武百官，他们得知此事，一定会挺身而出，为您分忧的。大王，您还是装聋作哑的好。怀孕？千真万确。听说2月前太医令李密就诊断出来了，只是一直瞒着宫内外朝臣。这个该死的义渠君，这是把太后置在火炉上了。左相打算如何？大王知道吗？大王年纪还轻，知道了又能怎样？我即刻进宫备撵。这么说，你也知道了？没有不透风的墙。那你说说，该怎么办？冉帝不知道。难道你认为我不应该有这个孩子？姐姐，你是太后，是孩子的母亲，你想保住这个孩子，谁也拦不住你。他们虽拦不住我，但他们会在朝堂内外鼓噪，搅乱人心，说我为嬴氏家族抹黑。太后，出离子求见。你去吧。你去告诉出离子，说我身体有恙，3日后朝堂上见。是。冉帝，你去帮我把雍大人请来。大人请回吧。太后说，3日后朝堂再见。3日后，到时候恐怕什么都晚了。如今此事已经闹得满城风雨，如果处理不妥，3日后大吵，恐怕群臣会把宣誓殿给掀翻的。
此事如今已经是街头巷尾，人尽皆知，想瞒都瞒不住了。我并非想要隐瞒，雍大人放心，这宣誓殿翻不了。可此事的确难办呐。若不是难事，我怎会找你？虽说世人都言智如出礼，但我心里明白，雍大人也是我朝中的极致高人。可惜张子不在，处理这等事宜，需张子那样的极致辩才才行。张子虽不在了，但还有你雍大人。放眼看去，满朝文武唯一可以放心托付的人，那就是你了。谢谢太后信任，雍瑞将殚精竭虑，尽力不负太后众望。其实还有一人，雍大人或许可以与他商议此事。当真？大人，黄公子到了。哦，快请。是。哈哈，子歇，雍大人啊，快请坐。雍大人，这似乎是在做学问。啊，是啊，在做一场自古至今都没人能做得通的大学问。看来太后为难雍大人了。太后不仅为难我，而且让我找你商议此事，这岂不是要为难你了吗？照我看，这个时候最不该向你提及此事。雍大人不必这么说。太后让你找我来，是因为她早就把我当至亲了。我们之间坦荡相对，毫无隐瞒。这么说，子歇已知此事？街谈巷议，路人皆知。好，那子歇你说，太后坚持要生下这个孩儿，那孩儿既有母就得有父，但明日朝堂之上，太后绝不会向众人提及孩儿的父亲，这该如何是好？那就让这个孩儿没有父亲。我翻遍所有典籍，自古往今，这事儿说不通啊！怎么说不通？周人的始祖是怎么来的？不是天生玄鸟，降而生商吗？既然周人的始祖出生是因为他的母亲吞了个鸟卵，那没有父亲是在情理之中的。赵大夫，那事儿听说了？轻声，切莫张扬啊！哼，你还想为他遮丑？出了这事，谁人不知啊？哎，丢人呐！出了这种事儿，让我们怎么面对周武？哎，怎么面对大秦的列祖列宗啊？今日我要冒死向太后谏言。是啊，为人臣者，无死战，稳死谏，当在此时。唐大人，雍大人，雍大人，王大人，各位大人，雍大人啊，郑大人，张大人，啊，各位卿大夫，该上朝了。走吧，上朝啊！走了，上朝了，上朝便是。对，您请。太后大王到！
朱清免礼。听说今日上朝之前很是热闹，诸位卿大夫似乎都在议论纷纷，可否告诉朕，你们都说了些什么？司马将军，坐下。哦，你们对朕无可奉告？那朕倒是有件重要的事要告诉诸位卿大夫。不知太后有何事相告？朕有一件大事要告诉诸位卿大夫。朕有喜了！哎呦，这种事情简直太荒唐了！这怎么可能啊？怎么会有这样的事？这种道理啊，你说说不通啊！感恩太后，这喜从何来呀？朕是大秦太后，怀的自然是嬴氏之后啊。太后此言实在是荒唐啊！难道先王去世数年还能够？将军真是聪明人。朕数月前曾梦见先王，先王伤感，嬴氏子孙人丁单薄，大王孤单，缺少臂膀，故与朕入梦，孕育子嗣。这说不通啊！这怎么可能呢？简直是不去谈呐！太荒唐了！就是荒唐。朱清不为先王贺，也不为朕贺吗？看来你们竟是大喜过望，喜不自胜了。但朕这会儿身子有些不适，甚感倦怠。那我就先回了。太后，太后，此事太过奇怪，难以取会卿大夫。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匪夷所思啊！听我一言。永瑞，你为何要阻拦诸人？对呀，此事就这么完了？诸位追上去，又能做什么？你说呢？诸位争执半天，无非想要太后给一个交代。如今太后已经给出了交代，诸位还不满意吗？哼，这也算交代？是啊，这就是先王托梦，太后有身，这简直是拿我们当3岁小儿。就是啊，就是那各位想要太后怎样的交代啊？大秦嬴氏，王家血脉，皆容混淆。那各位想要怎样？难道要逼一个母亲杀死自己的孩子吗？你等谁敢？谁想动手？先过了我这一关。那也不能冒充嬴氏血脉。嬴氏毕竟是王家血脉，
是啊，诸位，就是啊，既然谁也没有能力阻止太后生下这个孩子，那倒不如想想，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该姓什么？难道姓义渠君的姓吗？那他成年以后要不要分封？分封完了，封地归谁？归义渠？不行，大秦将士辛苦得来的疆土，岂能属于外姓？说道理，那只有姓嬴了。这断断不可。我等身为大秦之臣，若是坐视王家血脉从此小乱不堪，何以对先王？何以对列国？何以对后人？列国？列国早有此先例。胡说！哪来的先例？诸位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大秦的图腾玄鸟。天生玄鸟，降而生商。周人始祖的母亲简狄吞玄鸟之卵，而生下周人始祖契。敢问，契之父在哪里？秦人始祖的母亲姜原采巨人足迹，而生下秦人始祖契。请问，契之父又是谁？那只是古时传说，何以能用之今世？就是啊，是。好，始祖们太远，那就说说今人。当今列国最强者七国，七国当中，国力与疆土能与我大秦相匹配的，除了楚国，还有齐国，对否？雍大人，我知道了，你别说了。楚离子，今日必须把话说开了。你楚离子，齐国又如何？齐国原为姜子牙的封地，齐国国君原本代代姓姜，如今却为田氏所代。为何？田氏原为齐国之臣，一心渴望获得王权，无奈族中人丁单薄，无人帮衬，徒呼奈何。于是田成子想了一个办法，他广纳美姬，大招宾客，令宾客舍人出入后宫而不进，几年之间就多了70几个儿子。田氏因此而得以人丁兴旺，实力大增。至田襄子时，一举取代姜氏，而成为齐国之王。此为容焉，耻焉。诸位，太后生子，当为嬴姓封。自然是要姓嬴。看来也只能如此了。儿臣恳请母后收回成命。为什么？儿臣是一国之君，母后若在朝廷上下被人戳指脊梁，儿臣惶惑如何治理国家？更何况，母后不该罔顾臣民心意，毁了您的名声。大道理不必说了。今日大朝，雍瑞的那番话，难道无人转告你？儿臣不能接受，请母后治雍瑞谗佞之罪。继儿，当初母亲怀上你的时候，也是受尽了千辛万苦。有人不想让你出事，用了种种手段来算计你的性命。可我终究还是把你保了下来，因为你是我的孩儿，我的骨肉。我就算自己不活，也要保你平安。当日我身处卑微，尚能保住我的孩儿。如今，谁还能再迫使我杀死自己的骨肉？母后，当初与眼下不同，有何不同？难道你是说，我当日怀上你是名正言顺？因为有一日你可能会当上大王，为我带来荣宠，母以子贵，所以你的性命更金贵。而这孩子有可能会为我带来谤言，会让人对你视皮论骨，我就该轻贱他，杀了他。继而，对母亲来说，我腹中的孩儿同你没有差别。
你只想讨好那些装腔作势的人，对这孩儿竟然没有一丝的怜惜。别忘了，他是你的兄弟姐妹。儿臣是嬴氏子孙，儿臣自有兄弟。是啊，你的嬴氏兄弟们有多少都想要你的性命，要你的脑袋。你宁可要那样的兄弟，也不肯留下母亲腹中的兄弟。母后，儿臣不是容不下你腹中的孩儿，而是您心里根本没有了父王，只有那个义渠君。你父王已经与我天人有隔，你却要我做抉择。那好，我问你，你执意想认的兄弟们，如今大都被葬在城外的墓地里，而我腹中你的兄弟，却可以和你绕于膝下，做嬴驷的儿子。你来选，要哪一边？母后，你为何要逼我？是你来逼我的。母后，出去。儿臣出去，就跪在殿外。母后什么时候改变主意，儿臣什么时候起来。随你。儿臣只是凭着一个做儿子的心，求母后改变主意。儿臣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母后好。大王，姐姐，快赐座。姐姐，我们刚才看见大王跪在殿外。他想跪，由他去。这也难怪大王，他毕竟年少气盛，遇事不知道进退。难道姐姐就没有别的法子处置眼下的麻烦？荣兄这是何意？既然姐姐已有身孕，就该力保母子平安。更何况妇人堕胎，那是性命交关的事情。我怎能不替姐姐打算？但就算要生下这个孩子，我们也可以暗中安顿，过后他人又敢说些什么？如今此事已被人四处张扬，让大王颜面无存，让我们不好收场。这倒也是，这些本是内宫事宜，究竟是谁把它传得沸沸扬扬的？我虽已在宣誓殿执掌权力，但不甘心情愿臣服的人依然众多，只是无可奈何。宣扬此事，拿他大做文章胁迫于我，挑动继儿与我母子不和的依然大有人在。荣弟，你的谏言并非不可，但却不能用在这个时候，更不能用在我身上。臣弟不明白姐姐的意思。言论汹汹，无非是逼我让步。我平定诸公子之乱，推行商君之政，剥夺了他们诸多旧有权势。如今他们只能示弱，我若退一尺，他们就要进一丈。我若堕胎，接下来我与义渠君之事亦成了罪过。世人做事心中有愧，偷偷摸摸。我若生下这孩儿，暗中抚养安置，那就永远成了对手的利器和束缚我的桎梏。此言有理，是臣弟思虑不周了。魑魅魍魉最喜人过，专喜窥人私隐，杀人于无形，
那些不满之人借此事到处煽风点火。处理子是营氏大宗伯，司马错为人耿直，难免受人蛊惑，上了他们的当。所以遇上此类事情，我绝不退让。你要把私隐之事当成把柄，那我就干脆摊放在炎炎日下，看你又能如何？不错，这天底下的事，再多弯弯绕的心思，终不如以力制胜，以强克弱。姐姐既已决意，无论有何事，我们都会与姐姐同心协力。只是姐姐对大王不要如此的严厉。母子之间若是生分了，那岂不是得不偿失？我这一生，唯有与你们二人一母同胞，同气连枝，这种骨肉亲情，刀砍不断，火烧不灭。我想留下这孩儿，不仅是与义渠君的情分，也不是要与那些假惺惺的人硬赌一口气。我只是觉得继儿她太孤单了。荣兄先回吧。大王，这样硬撑不是办法。舅舅，你母亲的性子你并非不知，遇强则强，遇刚则刚。对她要以柔克刚，不可以硬碰硬。大王，事缓则圆。你这样跪在这里，伤的是你母后的心。况且太后怀有身孕，不能动气。大王和太后都深系国家，身体要紧，不如听舅舅的话，先回去歇歇，让舅舅来帮你转缓，如何？是母后让舅舅来的。是。我要听母后一句话。你母后已经有话，你先跟我回去，我自然会告诉你。舅舅，难道在母后心中，真的就一点也不顾及我的感受吗？你母后心里若没有你，又怎么会让我来劝你？大王，各让一步吧。来，先起来，啊！王后，我来吧。舅舅，不可。既然我是你舅舅，有何不可？会有一点疼。哼，要像个男子汉。你母后若看到你腿上的伤，不知会有多心疼。母后如今心里哪还有我呀？你已成人，要多体谅你母后。你知道你母后为何一定要生下这个孩儿？她说，
他只有大王这一个孩儿，怕大王在这世上太过孤单，所以一心想要给你一个异母同胞的兄弟，好让你们相互扶持、相互照应。荒唐！舅舅，你真的相信这些话吗？我信啊。他若说出其他理由，纵有100个，我也会驳了他。但唯独这个理由，我无言以对。为何？看看我，看看你米荣舅舅。我与他虽然不是同父所生，但你母后不管走到哪儿，有多苦有多难，从未放弃过我们。一有机会就要使我们聚在一起。这世上若还能够有什么让他低头的事，就一定与我们有关。母后他这是姐弟情深。你母后常说，先民之初，人只知有母，不知有父，便无手足相残之事；待之有父，便有手足相残。兄弟同胞，从母是天性，从父只是利益罢了。眼下之事，他之所以如此固执，不过就是想要给你留下一个骨肉至亲。继儿，你怎么还不明白你母后的一片苦心呢？舅舅，我的腿不那么疼了。大王，早膳准备好了。果然身子不舒服，没胃口。早膳是精米粥和枣糕，大王平日最爱吃的。那精米粥和枣糕再好，也比不上母后的手。你未曾品尝，怎知不是母后的手艺？母后，坐。这精米是今年的新米，枣糕也是早上刚刚蒸就的，还有这几样小菜，继儿尝尝，娘亲的手艺是否比得上从前？继儿，尝尝吧。大王可好吃？香吗？香。其实做精米粥并无诀窍，只是精米头天要泡一夜，小火慢熬才能香糯。这枣糕却是要花点心思的。红枣用清水浸软后去核，加入桂花少许煮片刻，晾凉后再加入蜜糖水和那麦粉，慢慢搅拌均匀，然后将姜倒入蒸盘中，隔水，大约要蒸1个时辰。这么繁琐，母后您这是何苦啊？因为是做给继儿吃的，娘亲做给孩儿吃，做的时候高兴，见孩儿吃的时候更高兴。我5岁便与娘亲分开，刚满7岁，娘亲便过世了。我每每见到别的孩儿有娘亲疼爱，这胸口总是会酸酸的痛。决意有一日，若自己有了孩儿，定要对他千般万般的好，即便缺衣少食，也不能缺了娘亲的怜爱。娘亲知道继儿素来爱吃什么，我将教会米瑶
给你做精米粥和那枣糕。就算有一日娘亲不在了，继儿也能有人照料，有人心疼。据可靠军情急报，齐魏韩三国已经联盟，合计12万人马出兵讨伐楚国。哼，他们果然动手了。什么理由？楚国与秦国联姻结盟，背叛合纵之约。太后，老臣以为，我大秦应该借机出兵救楚。这也是一次教训他们的好机会。唉，他们也真是小气。人家2个国家结亲娶媳妇，这他们都生气。上次朱公子之乱，他们趁火打劫，从我们手里拿走的城池土地，朕还没有向他们讨要回来呢。看来，对这种不仁不义的人，我们不能坐视不管。司马将军，臣在。朕要你为主帅，领兵5万，拿下魏国蒲坂、阳春、丰陵。臣遵旨。米荣将军，臣在。朕给你精兵3万，直取韩国5岁。臣遵旨。楚离子，太后，朕听说你得了脚疾，怎不找太医令给你好好诊治一下？太后，臣老了，到了病找人的时候了。今日医好脚疾，明日又是头疾，不医也罢。楚离子聪明过人，怎会如此讳疾忌医？木心，小的在。你去一趟太医院，让太医令李密午后去一趟左相府。是，太后。在你的脚疾未医好之前，朕赐你软轿进殿，上朝理政。太后，僭越进殿，僭越了，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呀！有何僭越？若软轿能顶替王叔的腿脚，那是物尽其用。老夫不爱，倒是太后，太后您多注意身子。我还好，倒是楚离子，自从那次雍瑞在大殿里提出“天生玄鸟，降而生商”之后，楚离子来宫里议政的次数少了许多。老夫除了脚疾不便，还要操持一些宗室事务。楚离子是大宗伯，自然事务繁忙。可王叔不仅该关照宗室里的孩儿们是否姓嬴，更该关照他们的心是否也姓嬴。太后说的对。快，把那热水蹲进去，快点啊！手脚就麻利点，快，哎，快点，手脚麻利点啊！热水，快进去，快点啊！
大王，你知道吗？生的是一个男孩。恭喜大王添了一位弟弟。是，我有了一个弟弟。王后，妾身在。你带寡人去看看。是。王弟睡得好香。臣妾替大王过来，大王也替母后高兴。他说让母后安心养好身体，不要牵挂朝政。继儿大婚后，的确懂事很多。瑶儿，你功不可没。母后谬赞。这是宫里新制的玉席，酷暑难耐，继儿怕热，你让她晚上睡这个。臣妾替大王谢过母后。去吧。是。我回来的正是时候，总算把今年冬天的粮草解决了。哎呀，哈哈哈！该让我看看我儿子了吧？哎呀，哇，这么小，哈哈哈！来来来，让我抱让我抱。哎呦哎呦哎呦！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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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一看就是父子。谁说的？这孩子的额头长得像你，眼睛却像我。像你像你像你一样俊俏。小公子怕是饿了，抱下去喂喂他吧。是。把孩子给我吧。高兴吗？高兴。因为孩子？因为想到孩子，想到孩子的将来一定比我更有福。哎呀，这世上谁人能比你更有福啊？啊？他们一定比我有福。待他们长大，大秦强盛，百姓富足，他们兄弟和睦相处，岂不比我更有福？他是我的儿子，我要带他回草原，我要教他骑马、牧羊、狩猎、征战。哈哈哈哈！我们一曲啊，又多了一位勇士。你要带他回草原？当然，他是未来的草原之王，他要继承我的财产和权利，自然要回到他自己的土地上去。跟我一起回草原吧。那你说说，你要我跟你回草原做什么呢？男人外出，女人管家。这话不错，在哪儿都是男人外出，女人管家。可秦国是个大家，一曲草原相比，只是个小家。你让我扔下一个大家去管个小家，这总是不妥吧？或许你想说，我天资鲁钝，只可管理小家，没有管理大家的才能，还是你认定秦国这个大家与你、与我们儿子无关？怎能无关？你是我的女人，是大秦的太后，大秦天下是你的，也是我的。可是你要我跟着你一起回草原的呀。这么说起来，那就先不必了。不过，草原是秦国西北重地，这一阵子西戎的胡人经常对我草原骚扰，让我大秦西北疆土不得安宁。你也该率部去把那里的地鼠狐狸给捉干净。这话对我心思，我明日回营，带护卫他们出征。不嘛，我在想，这次最好能让魏冉和白起领兵与你一起去讨伐，试一试你们帮着练就的大秦骑兵。你们也可以向他们多学学阵仗武器，如何？我的女人果然与我一条心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好。
太医已经在里面了。王后还不到产期，怎么会突然早产？瑶儿听到了米怀出逃的消息，动了胎气。身边伺候的人呢？是谁把这件事情告诉王后的？奴婢不敢。王后在使把劲儿，王后吉人天相，一定会没事的。生了！恭喜太后，恭喜大王，王后生了一个小公子。恭喜太后得了一个嫡孙，大王得了一个嫡子。大王太后，王后产后血流不止，恐有性命之忧，快进去，全力施救，务必要保住瑶儿的性命。去呀！王后怎么样了？王后她……快说呀！王后她不行了。瑶儿，吉儿，大王，大王，产房不急，不能进去啊！吉儿，母后。大王，不能啊！大王，别拦着他！太后，让他们一家人在一起好好说说话。瑶儿，先生，雍大人和魏冉将军来了。快请他们进来。是。楚离子，楚离子，坐。楚离子，太后和大王听说你跪体前安，非常牵挂，特派我们俩前来探望，让大王和太后费心了。听说那楚王怀被抓回来了啊？是，在魏国边境上，那楚王怀穷途末路，先是到赵国，赵国不敢让他入境，后又到魏国，魏国也不肯接纳，随后就被魏冉将军的人马给追上了。这就是自作自受，破鼓万人锤呀！你等何苦要如丧考妣呀？啊！老夫心中着实是欣慰的很呐。想当初，老夫曾与太后打赌，10年为期，恢复先惠文王之基业。这10年期还未到，大秦之盛况已远超先王之时。哼，老夫就算是即刻撒手人寰，也可效为先人了。楚离子，
智囊，一向料事如神，不知对我等还有何嘱托？老夫曾嘲笑太后狂妄，可眼下老夫是真想看到大秦一统天下的那一日。要说嘱托，有2件事可放不下。对外，秦国的对手不多了，只4个字：若楚灭齐。对内，我们都知道有个雍城是大秦的心头之患。那义渠君为大秦立下大功，但他不服秦国律法，自行其事，成为国中之国，迟早是要出大乱子的。但如今太后摄政，我们想动他很难呐。既然朝廷上下都以默认嬴福为我大秦嬴氏血统，那义渠君作为他的生父，就算继续留在宫中，恐怕也无人敢公开指手画脚。更何况大王与太后母子情深，如硬要大王动手，恐怕……老夫不是说让大王动手，是要提防着有一日那义渠人先动手。楚离子的意思是，义渠人会反。那义渠人天性强悍，胆大妄为，近来又有愈演愈烈的苗头。大王已经承认了，早晚要亲政。待大王自掌权柄，号令天下之时，只怕那义渠人会变本加厉，不听调教，内乱回国。这大秦将有阴难。楚离子之嘱托事关重大，我等不得不未雨绸缪。楚离子的后事安排得如何了？都已安排妥当，以国相葬，后续家人。另外还有一事，楚离子已过世，但国相之位悬而未定，不知雍大人对相位是否有意？谢太后厚爱，但老臣老迈了，太后不如提携一个风华正茂的人才。雍大人心中可有人选？微臣看，魏冉将军文韬武略，智明勇功，最合适不过。举贤不避亲嘛。对了，太后是否听说楚王怀没了？何时的事情？自从将他捉回咸阳，米怀就一直是泱泱不乐。前几日突然不肯进食，太医院派人看过，说是肝郁气滞之症。昨日病故了。米怀昏聩，却恋故土，一心想回郢都去复位，就把他送回楚国吧。是。说起楚国，不知雍大人有何打算？当日我让白起和米荣在楚国撤兵，是因为楚国刚刚立了新君，上下一心，士气大振，伐楚久攻不下，
拖延下去，大量将士滞留楚国，开销庞大，收获却甚微，得不偿失。所以我提出了改灭楚为弱楚。太后所言甚是。既然当时我们已经失去了快速灭楚的机会，倒不如暂时退一步。初离子临终前曾留下4个字：是，弱楚灭齐。眼下楚国势微，其余5国中能与秦国抗衡的，只剩下齐国了。齐王向来贪暴不义，他刚刚灭了宋国，至交意满，招得诸国愤恨。燕国与齐国素有血仇，而秦国与燕国历来交好。派人去告诉孟嬴和燕昭王，就说我大秦愿意出面，联合燕赵魏韩，共同伐齐。是。这么多年，孟嬴和苏秦一直郎有情妾有意，当年未能成全他们2人，难免心里愧疚。灭齐是他们2人终身的夙愿。这次联合燕国讨伐齐国，先不要说对我大秦有何好处，我是该先还他们一个人情了。听说初离子临终时，还有一事搁放不下。太后该知道是什么事。初离子过虑了，亲情和时间是能化解一切的。那此次征讨齐国义渠的人马，让他们也加入，要一视同仁。公元前284年，燕、秦、赵、韩、魏5国伐齐，连下齐国70余城，势如破竹。联军攻入临淄，齐王被杀。齐国除了莒和即墨2座孤城，国土尽丧。各位爱卿，齐国亡了。恭喜太后，恭喜大王。